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星落的开局自选，剩下的两个职业炎灵和猎影。猎影的自选，陆服送的是弗雷雅，台服应该会送提米。先来说陆服会送的自选弗雷雅，弗雷雅强在它有时停效果，它的战技能增加普攻输出，最高可以叠10层。它的普攻若命中了有攻速降低的目标，就有 20% 概率使目标陷入时停状态 0.5 秒，3星后触发概率会再提升 20%， 相等于是可以经常让敌人处于卡机状态。弗雷雅的总攻击会使自身进入速射状态，除了可以提升攻速，也会提升时停的触发概率 30%， 并给当前受到自身普攻的敌方目标附带攻速降低效果。由于总攻技自带了攻速降低效果，所以只要进入总攻，即使你没有3星，弗雷雅级也有 50% 概率可以触发时停，有3星甚至可以 70% 概率触发时停。再配合弗雷雅的高速普攻，总攻阶段只要对方没有免控，几乎都动不了，是个有输出也有控制的猎影。弗雷雅和白渊一样，后续是可以和强势角色鬼视打配合的。但很可惜的，他也和白渊一样，在国际服被换成了提米。提米是水系持续伤害的一员，战绩有概率触发额外伤害，也有概率对攻击目标及距离其最近的目标附加水属性持续伤害。总攻击会对普攻目标方向、直线范围的敌方全体目标造成伤害。直线目标这种攻击方式其实不太好用，因为太吃对方的站位了。若对方的站位是肩甲在前，猎影和炎灵都同一直线的摆在后排，那提米只要也站同排，就可以一箭射穿全部，非常好用。但实战上，敌方的小怪经常都是散着站的，这时提米的总攻技就没那么好用了。如果对方没有一直线的站位，提米的初始站位最好要站中间靠上或靠下一点，由外打内，这样才有可能打到更多敌人。若是站中间由内打外，则会经常只打到一个敌人，处于完全浪费的状态。提米在前期能用，但比起原本能选的弗雷雅，实力就差得多了。如果你后续是有打算抽伊涅利斯的，那么提米的优先程度就不是很高。猎影这个职业的竞争可是很强的，后续提米也只能在水队里能用，但水队并不依赖它。因为能挂水系持续伤害的人其实还有很多。接下来是好用的4星猎影推荐，4星真神之一的迪利斯，但很可惜的，迪利斯也被放到5星去了，不好抽。迪利斯有很强的队长技，它可以在总攻阶段时提升全体暴击率和暴击伤害，战绩有概率使敌方眩晕，总攻技则会对攻击力最高的2名敌方造成伤害。3星后还会使目标的攻击力降低。迪利斯的输出也不错，倍率也只比鬼魅低一点，加上有眩晕、降攻和能直接针对敌方2名最高攻输出的能力，可以尽快的清除威胁，降低我方的伤亡率。迪利斯的队长技其实很好用，但现在变成5星后就真的难办了，要特地去抽又很伤，只能期待歪的时候能歪到它了。第2位是风痕，这只开服前期还没有，但以后若抽到了就可以练起来。风痕是猎影的辅助，自身也有一定的输出能力，战绩会提升我方全体猎影攻击力，非疾风状态下，每次普攻会存储1层猎穹。当风痕释放总攻技进入疾风状态后，除了可以照常造成总攻技的伤害外，每次攻击还会消耗3层猎穹，来对生命最低的目标造成攻击，也兼顾了一定的收割能力。第3位是云雀，这次是真的开局有的4星猎影了。它的特点是普攻能直接打3个，战绩可以提升自身攻击力，总攻技则是提升自身的攻速，基本上就是基马的猎影版。3星后，普攻还可以附加木属性的持续伤害，前期有抽到就可以练，在少了迪利斯后，它就是前期最好用的4星猎影了。第4位，秀，普攻有低概率可以降低敌方攻速，可以和弗雷雅打配合，
让弗雷雅在不进入总攻时段也有概率触发时停。战绩会使自身攻速提升，总攻击会再次提升攻速。虽然现在已经不能自选弗雷雅，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猎影，还是可以把它练起来用的。第5位，弗拉克。战绩会使普攻有概率触发额外伤害，同时有概率给敌方目标施加机械之心。目标每叠加3层，弗拉克就能回血。总攻击会对单体造成伤害，若目标有机械之心，则每层会触发额外伤害，最大可以生效10层。但攻击结束后会消除全部层数，需要再重新叠起。这是专门用来打手领用的，后期有需要再练。我们接着来说炎灵，自选送的炎灵是舒芙蕾，是水系持续伤害流的主输出。战绩会使普攻可以对主目标圆形范围内的敌方造成伤害，并附加3层水系持续伤害。总攻击则会对元素持续伤害叠加层数最多的3名敌方造成伤害。目标身上的没有1层持续伤害效果，还会额外触发1次伤害。舒芙蕾需要体系配合，队里要有很多能叠元素持续伤害的角色，它才会强，属于比较偏向中期型的角色。如果你的队伍里有提米、赦罪人、云雀，就可以考虑选它。虽然云雀叠的是木属性，而不是水属性的持续伤害，但它普攻能直接打3个，叠木属性持续伤害的速度，并不会输给几个水属性的，所以也很适合加入弗雷雅的队伍。水系后续还有很庞大的体系，有很多能增加水系持续伤害的角色，不过那都是5星的了。所以后期水队是可以单独组一队的，舒芙蕾在水队里也能占一席之地。接下来是好用的4星炎灵推荐。首先游戏送的升级成5星的鬼魅碧链，它是少数可以用来输出的炎灵。第2位是星云，它的总攻击倍率很高，而且还可以降低目标防御力，这又进一步的加强了它的输出。鬼魅荣升5星后，它就是最好用的4星了。第3位是送道使，送道使的攻击方式很一般，但它胜在总攻击可以打最远的单体目标。一般的猎影都只能打最近的目标，很容易就会被敌方前排卡住了。而送道使能打最远的，就可以和异刃配合，直接去攻击敌方后排的炎灵和猎影，这是它最大的特点。送道使要3星后，总攻击才会变成可以打2个，所以尽快升3星。第4位是3星的赛科，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个平民奶妈。在星落里，赛科就是那位可以用很久的奶妈。这游戏的奶妈比较少，所以就连3星的赛科都变得很吃香。国际服把赛科也升级成4星了，这是少数国际服比较正面的改动，反正有抽到练起来就对了。仔细观察后才发现3星的异刃朗姆也被升级成4星了。所以前期有抽到它也可以练。如果没有抽到赛科，还有一位4星奶妈西可以作为替补。最后再说说几位之后才会登场4星炎灵，蒙娜、夜莺、丽娃，这些后续有抽到都可以练起来。因为还没出，所以技能我就不多说了。最后来对自选做一个总结。星落的卡池可是一点都不好抽，所以前期还是先用着4星。之后可以根据你缺什么职业，再决定自选补哪一个。辉夜属于前期很强，但后期完全没用的角色。炎狼和提米属于前中期的角色，但现在也已经淘汰。舒芙蕾则是4个自选中可以活得最久的角色，但他需要凑队员，不太适合开荒。如果你是希望开荒爽的玩家，可以选择辉夜或炎狼。若考虑功能性，推荐选炎狼。如果是考虑保值的，那就选舒芙蕾。提米处于中间值，有爱才选。5星不用着急抽，时间久了除了限定都会有，因为都会歪出来，星落几乎都是大宝才会中。资源只留着抽人权或限定，前期瞄准白渊和伊涅利斯来抽就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